在这饭都吃不上的60年代，我家却连肥肉都嫌弃。3天前，我还是一名王牌狙击手，意外坠机，我成了大兴安岭一个快被冻死的守山人。现在连饭都吃不上，一天饿9顿，但我丝毫不慌。整片山林就是我的金山银山。此时，我扛着一只野鸡往家走，还没进门，就听见我姐的哭声：“你放开我！欠钱不还，你今天别想走！”你再动我姐一根手指头，我现在就崩了你！我正趴在大兴安岭的深山密林里，身上盖满了杂草枯枝，一动不敢动。身边是我5岁的小妹王粉。哥，娘昨天又咳出血来了。小丫头一边说，一边从怀里掏出半个窝头，用半拉油纸仔细裹着，递到我面前。哥，这个给你吃，我怕你饿。我愣住了，这是她从自己牙缝里省下来的。我深吸一口气，把窝头塞回她手里，刚要说什么，不远处的草丛里传来蟋蟋帅帅的声音。一只7、8斤重的大野鸡从草丛里钻了出来，羽毛明艳，在雪地里格外扎眼。小妹激动的眼睛都亮了，我却屏住呼吸，死死盯着那只野鸡。家里断粮了，母亲的中药也断了，今天能不能吃上饭，就看这一把了。野鸡一步步往陷阱方向走，就在它要踩中活套的时候，咔嚓，一根树枝断了。野鸡受惊，扑腾着翅膀就要跑，我还没来得及冲出去，一道黑影从另一侧窜了出来，是一匹野狼，通体乌黑，双眼血红，张着大嘴直奔野鸡而去。可惜野鸡跑了，狼没追上，转过头盯上了我，它扑上来咬住我的左臂，我整个人摔进雪里，剧痛，但我没慌，右手摸向靴子里的匕首，拔出来。半分钟后，它不动了，我这才瘫软在地上，大口喘着气。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走，快走！我把野狼捆在腰上，刚要走，余光瞥见草丛里有什么东西，扒开一看，是那只野鸡被活套缠住，已经吓死了。塞翁失马，今天不光有肉吃，还有皮子卖钱。扛着野狼，拎着野鸡，我一瘸一拐往家走，小妹跟在后头，短胳膊短腿扑棱着，生怕慢了半步。哥，咱娘要是看见了，肯定高兴坏了。对，晚上给你炖鸡汤。话音刚落，身后大山里传来一阵凄厉的狼嚎，响彻天地。我头皮发麻，刚才那匹是孤狼，狼群还在后面，要是再慢几分钟，我俩今天就交代了。小妹吓得往我怀里钻，我一把把她扛上肩，走了，回家吃肉。推开院门，我看见的不是热气腾腾的灶台，而是一片狼藉，锅碗瓢盆碎了一地，熬药的砂锅也被打碎了，黑乎乎的药渣凝成块，散发着刺鼻的中药味。大姐王嫣被刘光头拽着胳膊往外拖，哭得满脸泪。刘光头拽着他往外拖，笑得满脸狰狞。欠钱不还，你就赔给我抵债！我走过去，一脚把他踹翻在地，他爬起来要骂，我一把抓住他的右手腕，猛地一拧，咔吧，他惨叫，刚想起身，一根漆黑的猎枪顶在了他的脑门上。你再敢碰我姐一根手指头，我现在就崩了你！接着朝他脚边开了一枪，砰，地上炸开一个洞。我数3个数，从这里滚出去。3。母亲靠在墙根咳嗽，小妹扑过来抱住我的腿。我蹲下来揉了揉她冻得通红的小脸，没事了。可我心里清楚，刘光头还会再来，说原主命苦是半点不假，王家饭都吃不上了，这护山费自然是一拖再拖。而护山队队长刘光头年近40，走了2任媳妇，自然是把主意打到了王嫣的身上。还好原主是有骨气的，哪怕眼下27块钱对于原主宛若一个天文数字，可依旧没有答应。但万万没想到原主刚走，家里就出事了。想到这，我叹了口气，刚准备开口说些什么，只听院门外传来敲门声，哐哐哐！我火气上涌，扛枪瞄准，枪管顶在了门板上。你再动我姐一根手指头，我现在就崩了你！一把拉开门，门外是二狗子。明哥，你干啥呢？没事儿。二狗子，你咋这个时候来了？他从怀里掏出布袋，里头黄铮铮的小米，至少2斤。明哥，快入冬了，给你家送点小米。我愣住了，这年头粮食就是命。我正要推辞，他一扭头看见院子里拴着的野狼和野鸡，眼珠子差点瞪出来。我操，明哥，你打的！我点点头，没多说。明哥你也太牛了，村里老猎人都空手回来。二狗这趟是偷摸来的，
不敢久留。临走时，我一把叫住他：“二狗，最近闲着没？跟哥进山干一条。”他爹是训狗的一把好手，养出来的猎犬那鼻子比雷达还灵，眼看就要大雪封山，到时候白茫茫一片，光靠人眼去找猎物，那是大海捞针。有了猎犬，那就是开了挂，事半功倍。二狗立马答应了下来。临走前，二狗子又不放心的回头：“明哥，刘光头那王八蛋要是敢再来，你言语一声，千万别硬扛。”送走二狗，我把野鸡炖了，又熬了一锅小米粥，锅盖一掀，肉香飘满院子。小妹馋得直流口水，大姐也忍不住咽唾沫。一家4口围着一锅鸡汤，谁都没说话。母亲刘芬芳担忧地望了一眼手中的鸡汤：“明娃子，刚才你打了刘光头，护山队指定会给他出头。”娘，你放心，我来想办法。欠债还钱，天经地义。再说了，刘光头那种欺软怕硬的货色，短期内肯定不敢再冒头。现在最紧要的是解决过冬的问题。吃完饭，我交代了几句，把野狼捆好，扛着去了镇上。野货店老板姓蒋，跟原主爷爷打过交道，价格公道。明娃子，哟，这野狼是你打的？叔您看看值多少钱？蒋叔翻来覆去看了看12，看你爷爷面子上，成交。12块钱购买20多斤猪肉。我揣着钱去药铺抓了3天的药，又去供销社买了2件棉袄，3斤白米。回家的路上，雪越下越大，冻得我手指头都快没知觉了。刚进村口，一个阴阳怪气的声音从旁边传过来：“哟，这不是明娃子吗？这是从哪儿偷来的棉袄？”是我大伯母杨翠，旁边站着他儿子王大毛，贼眉鼠眼，嘴里嗑着瓜子。废物堂弟，能力见长啊，还能弄棉袄穿？我没说话，走到王大毛跟前，伸手掐住他的脖子，直接顶在了树上。王大毛脸涨成猪肝色，手脚乱扑腾。杨翠吓傻了，愣了好几秒才开始嚎：“来人呐！王明要杀人了！”街坊四邻跑出来看热闹，村长闺女柳岩站出来说：“我看见了，是他们先骂人的。”杨翠被我逼着道歉，我这才松了手。人群散了以后，柳岩叫住我：“王大毛说要去找护山队的人告状，你小心点儿。”我抖了抖肩上的猎枪，有这玩意儿，你让他们来。回到家，我把新棉袄分给大姐和小妹，小妹高兴坏了，抱着新衣服不撒手。母亲咳得更厉害了，我让大姐赶紧熬药。第二天，我去了二狗子家，他爹胡有斌养了3条猎犬，条条都是好狗。我们俩带着狗进了山。二狗问我入冬的物资准备咋样了？我摇了摇头，这事儿愁得很。正走着，最前头的猎犬突然传来低吼，身子匍匐着往前摸。二狗压低声音：“明哥，大祸！”我们跟着狗又走了几十米，扒开树丛，看见一大坨新鲜脚印，是野猪，个头还不小。这东西1猪2熊3老虎，皮糙肉厚，5米外猎枪打上去就是个白印。我一个特种兵，在原始丛林里摸爬滚打多少年，都不敢小看这玩意儿。猎犬突然狂吠起来，警觉地往后退。二狗还没反应过来，我已经瞥见他身后传来些些啾啾的声响。我大喊：“二宝跑！”砰！我一枪打出去，一头400多斤的大野猪从树丛里冲了出来，瞪着一双猩红的眼珠子，獠牙像匕首一样翻出来。我那一枪打在他身上，皮太厚，只留了个白印，根本没打穿。野猪盯着我，甩开四蹄冲了过来。我一边往树林里钻，一边重新装火药。这破猎枪每开一枪都得重新上火药，麻烦的要死。二狗吹口哨，让3条猎犬上去咬，可狗牙根本咬不穿野猪的皮，一条狗被獠牙挑飞了出去。二狗心疼的直叫。我趁这个空档装好了火药，端着枪死死盯着朝我狂奔而来的野猪。它在我的视野里越来越大，3米、2米、1米，砰！我扣动扳机的同时，脚下用力往旁边一滚，它彻底疯了，咆哮着朝我撞过来。我没跑，我注意到这片地形的树丛后头不对劲，在野猪撞上来的瞬间，我脚下用力一闪，扑倒在旁边的雪地里。野猪没收住，直接冲下了悬崖。我趴在悬崖边上往下看，100多米深的谷底，野猪一动不动。明哥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走，回村叫人。400多斤的野猪，我俩扛不回去。回了村，二狗他爹胡有斌看见受伤的猎犬，抄起笤帚就要打二狗，我拦住他：“叔，山上遇着400多斤野猪，坠崖了，找您帮忙拖。”当真？胡有斌不信，但看我一本正经，还是没有拒绝，又叫上一个猎户，推着独轮车跟我们上了山。到了悬崖底下，我们扒开雪挖了半天，什么都没有。二狗急得冒汗：“不可能啊，我明哥不会记错的。”胡有斌脸都青了：“你俩耍老子的！叔，
这边有拖行的痕迹。果然，雪地上有一道带血的拖痕，一直往村子的方向延伸。胡有斌骂了一句，推着独轮车就追。追了半天，前头终于出现几道背影，还有那头野猪。二狗一眼认出来，刘光头，你给爷爷站住！刘光头身边带着5、6个护山队的人，累得直喘气。刘大壮叉着腰说：“二狗，这是我们打的猪。”你撒谎！这是我和明哥打到的。你说是你们打的，就是你们打的。谁不知道王明是出了名的怂虫？我没说话，端起猎枪，直接对准刘光头上膛。你不是要证据吗？我现在给你一枪，比对比对你和这头野猪身上的子弹，就知道是谁打的了。别冲动，不能开枪！我挣扎了一下，缓缓放下枪。刘光头又得意起来：“你就是个怂货，活该你穷一辈子！”他把枪一扔，绕到他们前面。野猪是我打的，不想死的给我放下！一个护山队队员卷着袖子冲上来，我一拳把他打翻在地，又上来一个，一拳撂倒。不到1分钟，6个人全躺在地上哀嚎。把野猪留下，滚！他哆嗦着说。好，我给。我松开手，他连滚带爬推到一边，咬着牙喊：“王明，你给我等着！这笔账迟早跟你算。”我们推着野猪回了家。小妹看见野猪，惊得直叫：“天哪，哥，这是野猪吗？怎么这么大？”大姐烧了热水，胡有斌动手肢解，400多斤的野猪码了整整一桌子。明娃子，这野猪是你打的，这半拉我没动，你拿去卖钱。叔，这可使不得，要不是你们，我一个人哪能弄回来？推了半天，拗不过他们，我只好收下。肉刚分完，大门被重重敲响。我去开门，是村长刘有为，身后跟着刘光头一行人。刘有为透过门缝看见满院子的肉块，皱了皱眉：“村长，你看，就是这头野猪，是他们抢了我们护山队的货。”对，村长，您一定要给我们做主啊！明娃子，你说说吧。我深吸一口气。二狗站了出来：“村长，我亲眼所见，野猪是明哥打的，我家狗就是这野猪抓伤的。”哼，你一个手脚不干净的人说的话也能信？村长，他们一伙的。那我呢？我也能作证，野猪就是明娃子打的。胡有斌向前一步，眼神坚定。他一辈子在村里训狗打猎，威望摆在那。村长心里多了几分考量，但还是无奈。你们都说野猪是自己的，拿什么证明？刘光头眼珠子一转，抢着开口：“村长，野猪是我们赶到悬崖边摔死的，身上那些外伤就是证据。”村长点头，抬脚往院里走。明娃子，不介意我看看吧？我让开路，我当然不介意，正好让他们看看我留在野猪身上的证据。村长仔细查看伤口，身上确实有深浅不一的伤，但突然发现一颗金色的子弹头。刘光头跌坐在地上：“这野猪眼睛里怎么会有子弹头？”众人围上来，看到金色弹头后全震惊了。我冷笑：“这就是证据。你们可以挖出来跟我猎枪里的子弹做对比。这说不定是你刚才塞进去的。”不用找了，我看过，这伤口确实是猎枪造成的。你要是不服，可以比对子弹。不过我劝你别自取其辱。刘光头脸色涨红，还想解释。村长不耐烦地挥手：“行了，都别吵了，野猪就是明娃子打的，谁再敢胡说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刘光头脸色难看，身后队员也不敢再多言。我转身挑了2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，用油纸包好。村长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刘有为一愣：“好小子，心意我收下了，肉留着给你娘补身子吧。”天越来越冷，山上的野货也没多少了。刘光头脸色涨红，还想解释。村长不耐烦地挥手：“行了，都别吵了，野猪就是明娃子打的，谁再敢胡说，别怪我不客气。”刘光头脸色难看，身后队员也不敢再多言。我转身挑了2块肥瘦相间的五花肉，用油纸包好。村长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刘有为一愣：“好小子，心意我收下了，肉留着给你娘补身子吧。”天越来越冷，山上的野货也没多少了，多一块肉，我们家人就能多活一天。原主跟村长并不熟签，没想到这样一个几乎没有交集的人，能如此体恤我们孤儿寡母。我压下酸涩，把肉往村长手里一塞：“村长，您别跟我客气，这次猪不小，够我娘补身子了，您就收下吧。”刘有为叹了口气，不再推辞：“罢了，明娃有这份心，他记下了。以后有事尽可能给你们行个方便。”刘光头等人再不舒服，也知道继续闹没好处，灰溜溜的跟着走了。直到人影消失，二狗拉住我：“明哥，我看刘光头眼神不善，你可得做好准备。”放心，我自有分寸。经过今天这一出，
村里人以后也不敢再轻易欺负我们了。吃饱喝足，胡有斌起身告辞。我挑了几块肉硬塞给他，送到门口。王芬眨巴眼：“哥，你干啥去啊？”我把半拉猪抬上独轮车。这大家伙留着不安全，卖了换钱。很快，车停在了蒋叔家门外。蒋叔，开门！现在才7点不到，天虽然黑得早，但蒋叔应该没睡。屋里唏嘘响了一阵，蒋叔披着棉袄出来，一看到我就笑了：“哟，明娃子。”又打着啥了？上次的狼让他狠赚一笔，现在他见我就双眼放光。我嘿嘿一笑，把车推到他面前。蒋叔，您看看，给定个价。蒋叔掀开白布定睛一看，好家伙，野猪，你小子行啊，少说得300-400斤吧。可惜是个半拉的，要整的就值老鼻子钱了。您老也知道我家里的情况，剩下那半拉得留着给我娘、我姐和我妹补身子。行了，这野猪我收了，80。这东西不像狼浑身是宝。现在也不是人人都吃得起肉，话是没错，但压价也是真的。我攥了攥拳，突然笑了。既然您为难，那我不卖了。眼看我重新盖上白布准备走，顿时急了：“哎，别走啊！你这孩子谈不拢再谈嘛！”蒋叔，你也看到了，我上次打狼，这次打野猪，我的狩猎本事就算数不上1、2，也算拔尖吧。您给个实数，将来我打的东西都拉您这儿，这笔买卖稳赚不赔，怎么样？蒋叔精明的眼珠子转了转，最终咬咬牙：120，不能再多了。成交！我笑笑，转身把那半拉猪扛了进来。蒋叔叹口气，回屋拿了一沓钱。120，你数数。我随手点了点，就揣进怀里。不用数，信得过您。蒋叔脸上这才浮现笑意。好小子，有魄力。天不早了，赶紧回去。好嘞。走在回家路上，我心情格外好。那把38大概再进一次山就能拿下了，比我预想的快多了。我加快脚步，没多久就到了家。本该睡着的王嫣听到门口的吱嘎声，是二弟吗？我一愣，我心里突然有点酸。这就是家人，明明让他们早点睡，结果一直等我到现在。是我。我轻声回答。王嫣和王粉对视一眼，看到我平安归来，两人明显松了口气。怎么样，卖了多少钱？王嫣接过车，急切地问。我笑着从怀里掏出一沓皱巴巴的票子，120，这么多。现在镇上职工1个月也只能拿20-30块，这半拉猪竟然卖出了他们5-6个月的工资。但这120不能乱花，得攒着给二弟娶媳妇儿用。王嫣笑着叹了口气，你今年也19了，该考虑娶媳妇儿了。咱娘虽然一直病着，但时不时念叨这事儿。现在有了钱，得先把这事儿办了。姐，这事儿不急，先把家里情况改善了再说。不行，得提上日程，这是咱娘的心窝事，你这事办不了咱娘。王嫣说着都有点哽咽，我眼神一致，知道拗不过她，只能沉默的点头。姐，都听你和娘的，以后这种话别说了。我知道娘身子骨不好，但只要我多打猎多卖钱，一定能治好她。第二天一早进了山，一脚深一脚浅的往前走，不知走了多久，突然看到前方不远处的白雪地上快速闪过一抹亮色，半蹲下身子慢慢靠近，很快看清了，竟然是一只油光水滑的野鸡，心里一喜，没想到这么顺利就碰到了猎物。生怕野鸡跑了，悄悄从怀里掏出套索，瞅准时机，嗖的甩了出去。套索在空中划过一道弧线，稳稳将野鸡套住。野鸡受惊扑棱翅膀想跑，我眼疾手快，冲过去一把按住。今天运气不错，开门红。就在这时，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从不远处传来，我瞬间一惊，反手把猎枪紧紧握在手上，缓缓向靠近，拨开灌木丛，一只体型硕大的狍子正低头啃食地上的枯草。狍子浑身是宝，不仅能卖大价钱，在这大雪天里更是难得的美味。正打算先绕到狍子后面找机会开枪，谁料砰的一声，狍子脚下一滩血，却没倒下，反而惊得撒腿就跑。有人跟我瞄上了同一只猎物，眼神一冷，瞄准狍子扣动扳机，砰！狍子应声而倒，心里一喜，正打算去查看，突然听到不远处传来一声怒喝：“好你个王明，敢抢老子的猎物！”我皱眉一看，一个男人正怒气冲冲往这边杀过来，光是听声音就知道这是我堂兄王大毛。我把枪背到身后，不管不顾地走向那只狍子。要是换成其他人，乡里乡亲的，说不定我就让了，可对方偏偏是他。王大毛见气不打一处来，这狍子明明是我先看到的，也是我先开的枪，你凭什么抢？哼，你开的枪，那他怎么没倒下？要不是我补了一枪，他能死？王大毛被噎了一下。王明，你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。
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。说着，就从腰里掏出一把明晃晃的刀子，恶狠狠朝我扑来。我眼神一沉，不慌不忙侧身一闪，轻松躲过，抓住空档，飞起一脚把王大毛踹翻在地。王大毛被踹得措手不及，整个人趴在雪地里，脑袋整个埋进雪里，手里的刀也飞了出去。我拍拍手，冷笑一声，转身走向袍子。就这点本事，也敢跟我抢东西？王大毛好不容易爬起来，攥紧拳头。王明，先不说这袍子是我先发现的，就说咱俩的关系，我是你堂兄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此时，不远处突然传来一声厉喝：“谁在那？”我俩扭头看去，就见几个人站成一队，正快速向我们靠拢。来人正是刘光头和他的护山队，他们今天巡逻，老远就听到2声枪响，赶紧赶过来，正好看到这一幕。刘光头看着我和王大毛：“哟，这不是明娃子吗？怎么跟自家堂兄抢东西呢？”我没理会他的冷嘲热讽，只是眼神警惕地盯着他们。王大毛突然喊道：“刘叔，刘叔，你可得给我做主啊！王明这瘪犊子抢我猎物！”刘光头斜睨他一眼，不屑地哼了一声：“这只袍子归我，我给你们俩一人算10块，怎么样？”王大毛一听，顿时在心里把他骂了个遍。这袍子虽然不如野猪值钱，但这么大一只，少说也能卖40、50。不过王大毛可没胆量跟刘光头叫板，只能不甘不愿的点点头，期望的偷瞄了我几眼。现在村里都知道我跟他们不对付，他就希望我能站出来拒绝。我却是来理都没理他，只是眼神冰冷的看着刘光头。刘光头脸色一沉，指挥另外2个队员去抢袍子。王大毛被吓坏了，连忙低头不敢看刘光头阴狠的眼睛，暗自庆幸自己刚才没表现出半点不快。我一把托起猎枪，毫不犹豫地朝刘光头脚下开了一枪，砰！枪响吓得所有人一愣，尤其是那2个正打算去抢袍子的队员，更是吓得动弹不得。谁都没有料到我敢真的开枪。刘光头双腿发软，扑通一声跌坐在雪地上，就差1厘米。你还真敢开枪！王大毛更害怕，偷瞄了刘光头一眼，只见刘光头脸色铁青，浑身哆嗦，平时那双目中无人的眼睛此刻只剩下恐惧。他知道刘光头这次输了，输得彻底。这一刻，他突然有点庆幸。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众人，目光最后落在刘光头身上。今天这只袍子我要定了，不服的尽管试试看。声音不大，但那语气让所有人心里一震。就在众人面面相觑的时候，我淡定收枪，转身一把拽起地上的袍子甩上肩，头也不回的大步往山下走。王大毛盯着我的背影，眼神复杂。刘光头气得浑身发抖，可2条腿到现在还是软的，根本站不起来。你们还愣着干什么？还不把我扶起来！几个队员心里瞧不起他，但面上不敢，赶紧上前扶起他。刘光头恶狠狠看向王大毛：“我警告你，今儿这事儿你要是敢往外说半个字儿，后果你懂的。”王大毛吓得缩了缩脖子，连连摇头：“不敢，这事儿我一定烂到肚子里。”扛着袍子，我心情大好，卖了这只袍子，不仅能还清家里的账，剩下的也足以让家里过个好年了。不过这袍子不能让大姐看到，否则我的3八大概可就没着落了。想到这，进村前我特意找了棵老树，把袍子小心埋到大树底下。我决定把野鸡送回去，就先把这只袍子卖掉，回来时顺便再买点粮食。做完这一切，我拎着装野鸡的背篓往家里走去。刚走到家门口，就听到里面传来欢声笑语，大姐和一个女孩子的声音。我推门前抬手扫了扫身上的雪花，一进门就看到大姐和柳岩正围坐在桌子旁纳鞋底。今天大姐特意烧了火炉，一进屋就暖乎乎的。大姐，我回来了。我们也没想到柳岩竟然来做客了。大姐看到我，眼里闪过一丝惊喜，偷偷看了一眼柳岩，顿时打趣道：“你还知道回来啊？这都什么时辰了？今天运气怎么样？”我嘿嘿一笑，把手里的背篓放到地上。今天手气不是很好，不过打了只野鸡，今天晚上可以喝鸡汤。大姐找了根绳子，把野鸡的脚脖子绑起来。严妹子，一会儿你回去的时候把这只家伙拎回去。这可使不得。柳岩一下子愣住了。今儿你给粉妹子带了这么好看的棉袄，俺可不能白拿你的东西。我张张嘴想说点什么，被大姐一个眼神瞪回去了，只能无奈叹口气。柳岩见大姐坚持，也不好再推辞，红着脸收下了。几人又围着火炉说了会儿话，有我在，柳岩多少有点不自在，便起身说家里还有活计，要回去了。大姐立刻起身：“明娃子，你送送严妹子。”我愣了愣，瞬间明白了大姐的心思。我们并肩走在雪地上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，听上去竟让人有些心慌。柳岩低着头，小脸微红：“那个，我认识家，你不用送的。”我脚下不停，闷声回道：“天这么晚了，你一个女孩子回去不安全，我还是送你到家门口吧。”柳岩抬头，正好对上我的目光，脸一红，没有再拒绝。一路无话，我突然开口：“谢谢你给粉妹子买的花棉袄，她很喜欢。”自打我回去，小丫头脸上的笑意就没散过，看得出来她是真心喜欢那件花棉袄的。我买的棉袄也是选着厚的买，压根没管好看不好看。这方面
我是真感谢柳岩。柳岩笑了笑，抬手把头发别到耳后。没什么的。再说了，你昨天给了我爹一大块野猪肉，能换不少钱呢。比起那个，一个棉袄不算啥。我点点头，心里对柳岩又多了几分好感。眼看就快到了，柳岩停下脚步，有些不舍地转身看向我。我到了，你回去吧。我点点头，把背篓拎下来放到他脚边。家里还有背篓，你方便再送。说完转身就走，没有半点留恋。毕竟我能等，我的袍子可等不了。就在我经过大伯王宝国家的时候，大门突然被推开。辈子是造了什么孽，竟然嫁给你了你这么个没本事的！杨翠恨铁不成钢的声音不大，但清晰地传进我耳朵里。王保国尴尬地看着我，起身装着若无其事地拍了拍身上的雪花。明娃子，咋这么晚了还在外边？我愣了一下，送人回家。回答完转身要走，下一秒杨翠阴阳怪气的声音直接传进我耳朵里。你这孩子打了野猪也不分我家一点儿。我看着他这副嘴脸，只觉得好笑。孝敬，大伯母怕是搞错了吧？孝敬长辈也得长辈值得尊敬才行。我目光冰冷，毫不客气。我没记错的话，当初分家时大伯可说了，从此我们两家各不相干。怎么，这才过了多久，大伯妈这就忘完了？杨翠被怼得哑口无言，脸色瞬间铁青。以前的我就是个怂货，从来不敢这么硬气对人。正要继续开骂，王大毛嗑着瓜子就出来了。他是来看自己娘打自己爹的好戏的，没成想一出门就看到了我，顿时吓得双腿发软。看到他这反应，我笑了。别装了，我又不是来找你麻烦的。杨翠见状，顿时觉得面子挂不住。明娃子，你这是啥意思？还打算欺负人？我耸耸肩。大伯母这话说的，我可没那个闲工夫。杨翠却不肯放过我。我今儿还就非得把话清楚了。既然打到了野猪，就该给大家分分。要是不拿肉，你别怪我不念情分。我看着他这副蛮不讲理的样，只觉得好笑。我可以给你们分肉，那你们是不是也该帮着我平账？杨翠脸一黑，你家欠的账跟我们有什么关系？我就知道跟这些人讲道理是讲不通的，也懒得再浪费时间，冷哼一声抬脚就走。直到背后没了骂声，我才加速走到村口的老树下，三两下刨出袍子，趁着天黑直奔蒋叔的铺子。刚进门，蒋叔顿时来了精神。明娃子，你这是？我嘿嘿一笑，把背上的袍子直接往地上一放。蒋叔，我今天打到了一只袍鹿，您给看看。蒋叔眼睛一下子瞪圆了，这袍子的个头可不小。蒋叔，这袍子少说也有100多斤，能值不少钱吧？是啊，多少年没见过体型至于这么大的袍子了，而且这袍子浑身都是宝。听到这，我松了口气。蒋叔故作深沉。明娃子，这家伙叔收了，还给你上次那个价。我眉头微拧，看他这么痛快，想必还有得赚。蒋叔，我之前答应别人把这袍子给他了，人家给我出价150，您看着。果然，蒋叔一阵肉疼，思索再三，还是咬了咬牙。行吧，150就150，叔收了。虽然我在套路他，但他是真怕自己一个不答应，扛起袍子就走，所以虽然肉疼，他还是答应了。我嘿嘿一笑，知道买卖这事肯定是细水长流的好，只要能卖到预期价格，多点少点都无所谓。你这小子，什么时候学得这么滑手了？蒋叔无奈笑笑，转身打算去拿钱，被我直接叫住。叔，您给我10块就成。一听到这，蒋叔顿时明白过来，这小子是打算现在就拿走那个38大将，这样更好，省下100不说，那38大概一转手还能赚个差价。想到这，他利落地往里屋走，没多会儿就拽出了那个厚重的木匣子。再次看到这个匣子，我还是压不住心里的激动。有了这家伙，不管是防身还是打猎，都能轻松一大截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心情，伸手接过木匣子，打开匣子，乌黑的枪身躺在里面，当即掏出那把步枪，握着冰凉的枪管，心里涌上一股说不出的兴奋和踏实。不过子弹只剩2盒，怕是只够短时间用用。想到这，我抬头看向他。蒋叔，还有个事儿得麻烦您。看到我两眼放光，他一下就猜到了我的心思，拍了拍我肩膀。你放心，叔以后给你留意着，要是有这家伙的配号子弹，叔一定给你留着。哎，谢您了。跟他道了声别，转身就走。现在我身上还有10块钱，屏障没什么意义。我记得家里的大米、小米啥的又快见底了，此时供销社已经关门，我拿着这大家伙也不方便。我走在路上，心里想着明天的打算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家门口。推门进去，家里竟然还亮着灯，只是烟囱里的烟早就不见了。我心里清楚，大姐这是怕浪费，就为了省那点煤炭，我搂紧怀里的木匣子，眼神在黑夜里格外亮。有了这个大家伙，多进2趟山，日子很快就能好起来。扫了扫身上的寒气，迈步走进屋。屋里，大姐正就着昏暗的煤油灯缝补衣服。
明娃子，你咋回来这么晚？路上出事儿了？村长家又不远，按理说我早该回来了，偏偏这么晚才到家。他一晚上都没踏实。没有，我是去借东西了。说着拍拍木匣子，一脸神秘。这是个啥？38大杠，打猎用的。我打开木匣子，掏出那把崭新的步枪。大姐顿时瞪大眼睛。你从哪儿借来的？要知道，普通猎户家能有把猎枪就不错了，谁家能有这么硬实的货？我嘿嘿一笑，故作神秘。秘密，等明天我去山上，先试试它的威力。那你也早点睡，明天姐还给你做好饭，你吃了好进山。姐，你别忙，明天我去镇上有点事办，不慌着进山。你不用起那么早给我做饭。王嫣皱眉还想再问，但我已经出了屋子，不得已，她只好把疑问咽回肚子里，叹口气熄了煤油灯。另一边，我出了屋子，直接去了柴房。不进山的时候，得把这大家伙藏好了，要是被村里嘴碎的人看到，免不了又是一堆麻烦。把38大盖小心塞到柴垛深处，又用干草细细盖好，这才扫扫身上的草屑，转身回屋。第二天天还没大亮，我随手抄了个窝窝头，揣上钱就出发了。今天时间紧，先去供销社置办点粮食，再去王郎中的妙手回春堂看看。一来该给我娘补药了，二来想看看能不能买到点治疗外伤的药。现在世道不太平，万一哪天打猎遇到危险，也好有个应对。当我赶到供销社时，里面就只有售货员。同志，来10斤大米，10斤小米。看到白花花的面粉时，我犹豫了一下，咬咬牙，还是要了3斤。不知道有多久了，家里还没吃过一顿饺子。现在趁着家里肉多，买点白面也好改善改善伙食。哪怕不吃饺子，吃一顿白面馍馍也是好的。一共3块2毛，我点了钱递过去，余光突然瞄到一个小东西，眼神一下子被勾住了。同志，这个多少钱？那是一个精致小巧的发卡，上面点缀着几朵淡粉色的小绒花，在灰暗的供销社里格外亮眼。这个发卡是刚到的新货，5毛一个。我捏紧了手里仅剩的零钱，踏出供销社的那一刻，收回了脚。钱没了可以再转，但粉妹子的笑脸错过了就很难再看到，所以我当即转身，直接让售货员把这2个包了起来。我深一脚浅一脚赶到家的时候，天已经大亮，家里的烟囱冒着袅袅炊烟，大姐已经在做饭了。我掂了掂背后的大袋子，姐，我回来了。二哥，你去哪儿啦？看到我背上的东西，顿时好奇的不行。我去供销社买了些吃食，还给咱娘拿了药。我笑着把袋子放到一边，伸手从里头掏出一个油纸包。我还特意买了点白面，今天咱们吃顿好的。二哥，你太好了，我要吃白面馍馍。去年我爹有幸打了一只狍子，那年过年我们吃了一顿白面馍馍，没想到小家伙一直惦记到现在。大姐听到动静也从厨房走出来，看到一旁的东西，眼里闪过一丝惊讶。你买了些啥？我嘿嘿一笑，露出里面的白面。大米、小米，还有3斤白面。今儿晚上还得麻烦大姐包顿饺子。大姐眼眶一下子就红了。自从爹走了以后，家里的日子就紧巴巴的，平时吃了上顿没下顿。上次我买了米，她舍不得放，但好像不太对。明娃子，你上次卖猪的钱不是都给我了吗？你哪来的钱啊？我心里一紧，哪敢把打到狍子的事说出来。那个姐，我还给你和粉妹子带了东西，一个递给王粉，一个递给王嫣，看看看看，喜欢不？人家说是新货。小丫头看到发卡，眼睛一下子就亮了。二哥，这是什么？真好看。我笑了笑。发卡，二哥想着你的花袄子，就给你买了一个。姐，这是你的。明娃子，这东西你一会儿拿去退掉，姐不要。她眼睛里明明带着喜欢，但态度很坚决。燕妹子，你就别推辞了，这是明娃的一片心意。你和粉妹子每天为这个家操劳，他给你们买点东西也是应该的。话是这么说，可他心里清楚，他这个当娘的什么忙都帮不上，还一身毛病拖累孩子们。要不是他，孩子们的日子想必更好过。大姐张了张嘴，到底还是没能把拒绝的话说出口。她知道我的心意，也知道我这段时间为了这个家，连命都快豁出去了。正因为这样，她才舍不得乱花我拿命换来的钱。可眼下这情形，那姐就收下了，谢谢你，明娃子。看着这一幕，刘芬芳眼眶有点湿。大姐心思细，赶紧走过去搂住她的胳膊。娘，不想那些不开心的事了。我脚下一顿，转身出来。二狗，找我有事儿？我来是想问问你，下回啥时候进山？我和我爹想跟着你一块儿去碰碰运气。上次那头野猪可让胡有斌他们尝到了甜头，年前想再跟我进一趟山，说不定还能搞个大货。真打着了，也好过个好年。成，我准备一会儿就进山。你们今天要去的话，赶紧回去和叔收拾收拾。半个小时后，村口碰头。得嘞，我这就去。二狗转身就跑，慢一秒都是对野货的不尊重。刚刚是二狗吗？你咋不让人进来吃点饭？面前是香喷喷、
浮着油花的猪肉炖粉条，碗里是黄澄澄的小米粥。我一边坐下，一边抄起窝窝头，灌了一口小米粥。他回去叫胡叔了，一会儿我们一块进山。大姐贴心的准备了好几个窝窝头，这是给二狗和胡叔他们准备的窝窝头，人家帮咱们不少，咱也不能太小气。对，姐说的对，是我想的不周到。快速吃完饭，拎起装了干粮和水壶的背篓，又翻出那把崭新的38大盖，这才往外走。没想到刚走到半路，就碰上了二狗和胡有斌。我已经提前10分钟出门了，这爷俩动作比我还快。二狗一见到我，立马兴奋地迎上来。明哥，我和俺爹都准备好了，咱们赶紧进山吧。我眼神一亮，率先往山里走。不过我心里又打起了别的算盘。我们一边往深处走，一边留意猎犬和四周的动静。20分钟后，在走到一处岔路口时，猎狗突然狂躁起来。我立刻停步，四下扫了一圈，转头看向二狗和胡叔。胡叔，恐怕前边有祸。我是这么想，咱们分2路走，我和二狗一路，您带着狗往另一边去，这样兴许能多搞点。行，那就分头行动。不过以什么为信号？他担心啊，万一分开碰上大祸，一个人可不好对付。我想了想，这样吧，胡叔，一旦遇到危险或者打到祸了，咱们就开3枪为照，另一头听到枪声就过来支援。要是没遇到祸，就在这儿集合。您看咋样？3枪意味着白搭3颗子弹，可在这种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雪林里，这3颗子弹花得值。万一运气好碰上大家伙，一个就能换回来好几盒。成，那就这么说定了。你们俩注意安全。二狗，你跟紧明娃子，好好跟人家学学本事。明白了，爹，您都说一路了。二狗不知道他爹的心思，嘟囔一声，率先往左边岔路走去。我朝胡叔点点头，追着二狗就去了。2人顺着左边的岔路一路往深处走。我一边走一边警惕地盯着四周，好第一时间做出反应。突然，我察觉到什么，猛地停下。见二狗还没反应过来，一把拉着他趴到雪地上，然后递过去一个眼神。二狗心里一喜，顺着我的眼神往前一看，眼睛顿时瞪圆了。前方几百米外，几只梅花鹿正低着头啃雪层下的干草，身上的斑点在雪地里格外扎眼。好家伙，整整7只野生梅花鹿，这可是1年到头都见不着的大场面。我缓缓抬手朝他比划了一下，示意他不要轻举妄动，耐着性子等这群鹿吃的差不多了，放松警惕了，再动手。不知过了多久，二狗有点按不住了。明哥，咱们要不要现在动手？我摇头，做了个谨慎的手势。再等等，时间1分1秒的过。梅花鹿们从一开始的风吹草动就抬头张望，到现在已经完全放松了，低着头悠闲地吃草。时机差不多了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悄悄摸到38大盖的扳机，缓缓举起，对准那只体型最大的。可手里的步枪一次只能装5发子弹，5发全中要害，我有把握。可剩下的2只呢？二狗，那2只落单的交给你，能不能拿下？没办法，好不容易碰上这么大的场面，我是一只都舍不得放跑。我试试吧。二狗对自己那点枪法心里实在没底，今天跟着来本来就是想学学，可谁想到第一次出任务就给他分了2头梅花鹿。那2头个头虽然不大，但梅花鹿那东西跑起来快得很，一个没弄好就跟丢了。可时间不等人，我也顾不了那么多了。那2只归你，5只我来。我倒数3个数，你直接开枪，千万别有偏差。否则鹿群一受惊散开，就再也找不到了。二狗在枪把上搓了搓手，满手的汗，几乎握不住枪。可他不敢分心，一分心就把我的计划打乱了。3、2、1，话音刚落，手指扣动扳机，2声枪响同时炸开，划破了寂静的雪林。体型最大的那头和最瘦小的那头应声倒在血泊里。二狗没想到自己能打中，心里一阵狂喜，但他牢牢记着我的话，几乎是本能地瞄准了另一只。第2次扣下扳机，同一时间，另外一声枪响在雪林里回荡。接着是第2声、第3声，又有3只疯狂逃窜的梅花鹿应声倒地，眼看有2只快要跑出视野了。我迅速调整枪口，精准地朝其中一只射出子弹，然后趁二狗还没反应过来，我把枪一扔，就地一滚，一把抢过他手里的猎枪。枪声再响，最后一只梅花鹿应声倒地，6颗子弹全中要害。二狗整个人都愣住了，他看着倒了一地的梅花鹿，心里又惊又喜，更多的是服了。上次打野猪他就知道我不简单，可他没想到我的枪法竟然准到了这种地步。另一头的胡有斌正带着猎犬搜山呢，刚有点发现，正要往前查看，突然听到接连不断的枪声，心里咯噔一下，一声口哨，急忙带着猎犬全速赶来。等他带着猎犬冲到现场，第一眼看到的就是倒了一地的梅花鹿。他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不远处的雪地里突然站起一个人，那人起来后先拍了拍身上的雪，然后笑着开口：“干得不错。”明哥，你快别这么说，要不是你最后拿枪，咱们今天就只能捕到6只。他挠挠头，一脸不好意思：“别这么说，熟能生巧，
你缺的只是锻炼机会。话音刚落，胡叔的声音就炸过来了：“明娃子，二狗，这咋个回事啊？”爹，俺们不对，是明哥，明哥打到梅花鹿了。胡叔心里一惊，看向我的眼神变了又变。他刚才过来的时候特意数过，地上一共7只鹿。最重要的是，枪声只响了8声。要知道，就是一个再老练的猎人，也很难做到8枪打死7只鹿。梅花鹿太机警，稍有不慎，猎物就跑了。胡叔看向我的眼神里多了一丝感慨，他终于明白了，这孩子为啥能猎到那头400多斤的野猪。明娃子，你这枪法真是了不得呀！胡叔您过奖了，我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，碰巧而已。开玩笑，以我以前的身份，猎几只梅花鹿，极操而已。胡叔笑笑，又很铁不成钢地看向一旁嘿嘿傻笑的儿子。不是我说你，都是18、19岁的年纪，你也学学明娃子。你看看人家，8枪放掉7只鹿，这头是您儿子打的。明哥放了6枪，有1枪是我放的。放空了。你说什么？胡叔眼睛一下子圆了，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。好了，咱先别说这些了。刚才的枪响，恐怕要引起别人注意，得赶紧把鹿弄回去。我不是怕人，可这雪林里除了人，还有别的危险。万一碰上熊瞎子、老虎，麻烦可就大了。我们先把梅花鹿扛到稍远的地方，挖了个大雪坑，直接埋了，让猎犬确认没啥气味了，才打发二狗回去叫人。7只鹿啊，就算推个推车，也不见得能一趟拉完。明娃子，你可真行，6枪100分100中，这绝不是运气能解释的。胡说，要说真本事，还得是您，10里8乡的，谁不知道您训狗有一手？这倒是实话，我训狗的技术可是祖传的，这狗从它小时候就开始训练了，就算是我，轻易都不带它们出来。他拍了拍身边的猎犬，那狗立刻乖巧地坐下来，眼睛里竟然透出一股精明和忠诚。我看着那2条猎犬，胡叔，要不您教教我训狗吧？有了猎犬帮忙，打猎能轻松不少。胡有斌看着我，眼里闪过一丝犹豫。祖上有训，不能传给外人。再说了，训狗不是1天2天就能学会的。就拿他那个不成器的儿子说吧，手把手教了好几年，也只学了个大概。看出他的犹豫，我赶紧表态：胡叔，我不白学。这样，以后但凡是我打到的猎物，全都分您一半，您看行不？他嘴角动了动，明显有点动心。毕竟岁数大了，就要失传了。另外，这年头能打到的也会有限，光靠他和二狗，指不定过年都要饿肚子。他深深看了我一眼，又看了看身边的猎犬。罢了，你这娃子投缘，我教你就是。不过咱可说好了，这训狗非同小可，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，你得用心学。胡叔您放心，我肯定好好学。有了猎犬帮忙，以后打猎就能轻松一大截。不用他提醒，我也得拼命学啊。胡叔这就开始传授训狗的秘诀，从怎么挑幼犬，到怎么跟他们交朋友，再到怎么培养他们的服从性和狩猎本能，我听得津津有味。时不时问几个问题，他也是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正说着，二狗已经带着2个人匆匆赶来了。几个人合力挖出梅花鹿，一个个都惊得不行。这么多梅花鹿！明娃子，你可真行啊！上一次打到这么多，还是10年前吧？没记错的话，那是村长带人一起打的。说的是，不过那才几只，3只、4只。二位叔，要是没有胡叔和二狗，我不可能打到这么多。今天我请大家吃肉。2人一听，眼睛瞬间就亮了。他们这些猎户在山里互相帮忙是常有的事儿，今天过来也没想着能分到啥。可现在个个心里都清醒，幸亏跟着来了。几个人合力把梅花鹿抬上2辆推车。胡叔，晚点吃鹿宴，我亲自给您送4只过去，其中1只是二狗打的，我不能留。另外，我刚答应的事儿得做到。他眼里闪过一丝赞赏。明娃子，心思我明白。二狗那只你们看着分，给叔送1只当拜师礼。以后进山想着带上二狗就行。他这些年凭着一手打猎的本事，也攒了点小钱，吃喝不愁，多的还能给二狗娶个媳妇儿。可王家这些年过得苦啊，听二狗说，家里还拉着好几十块的饥荒。再说了，以后二狗跟着他，如果能学到实打实的打猎本事，那不比几只猎物值钱多了。我知道胡叔这是真心为我好，当下也不再客气。行，胡叔，以后进山我肯定带着二狗。话是这么说，但这次的鹿我不能真就只给胡家1只，一来报答胡叔的恩情，2来
也是给自己培养个帮手。他满意的点点头，一切尽在不言中。陈家村前后就一条正街，几条小巷，几个人把梅花鹿运回村里，立刻炸开了锅。梅花鹿可不是常见的猎物，尤其是现在更是难得一见。可王明他们竟然一次性打到了7只，也就几分钟的功夫，消息就传遍了整个村子，几乎全村的老少爷们全围到了王明家门口，矮墙上。我心里盘算着事儿，把大姐拉到一边，低声说了几句。你说啥？要把之前的野猪给大家分分？他扭脸一看，乌泱泱全是人，这要是真分起来，那几十斤肉够干啥的？姐，我有自己的打算，1家1斤半斤的，让大家尝尝油腥就行。看着我认真的样子，他还是点了点头。虽然不明白我为什么要这么做，但他知道一件事，那头猪是我打的，我有绝对的分配权。再说了，今天我又打回来7只鹿，就是几个人一起进山，也未必有这成果。他没什么舍不得的，转身走进厨房。前些日子他就把那些肉仔细的切成小块，用盐腌上了，现在分起来倒也费不了多大劲。其实我也舍不得，但比起那些猪肉，我还有更要紧的事。各位乡亲，我家的房子太老了，打算这2天翻盖一下。声音洪亮，就连躲在最后看热闹的王保国一家都听得一清二楚。哪位叔伯有时间就来给我家帮个忙，但凡帮忙的不仅管饭，还能分块肉回去。话音刚落，看热闹的村民们直接炸了，简直就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。我看着大家高兴的样子，心里也高兴。我知道有了这点动力，大家干起活来也能出把子力气。明娃子，我报名，我保准第一个到。明哥，俺不要肉，管俺饭就行。众人争先恐后的报名，场面热闹的不行。门外杨翠眼红的不行，有肉还管饭，使劲往里挤。我们是一家人，报名得先紧着我们。这盖房可用不了多少人手，到时候别说吃肉了，恐怕连口汤都喝不上。他心里那点小九九，我自然清楚，可我就像没看见一样，依旧笑眯眯地看着大家。大家先别急，这房子也不是1、2天就能盖好的，到时候肯定需要大家伙轮流来帮忙，只要来帮忙的，肯定都有肉吃。明娃子，我跟你说话呢，你没听到吗你？杨翠不满被当成空气，我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们，声音不大，但足够让在场的乡亲们都听见。大伯母，你快别添乱了，这么多人报名，你家也得排到最后啊。杨翠一听，立马急了，排到最后那可不行，咱们可是亲戚。乡亲们出的力比你家多，等轮到您好好干，保证不亏待您。杨翠还想争辩，被王保国拉住了。行了，你就别丢人了。而乡亲们一个个兴高采烈，急不可耐。大姐也终于明白了我的心思，肉她已经分好了，手脚麻利的煮上米，准备好粉条，又切好白菜和肉片。灶台上2口大铁锅咕嘟咕嘟冒着热气，米香和猪肉炖粉条子的味儿直往鼻子里钻。今儿这顿饭保准让乡亲们吃了还想吃。另一头，我把老朴叔和李叔叫到一边，老朴叔、李叔2位也看到了，这时候恐怕不好吃鹿宴了。这样一会儿您2位留下来吃饭，晚点时候我给2位一人切1条鹿腿带回去，成不？老朴叔和李叔互相看了一眼，眼里全是惊喜。你小子真是够意思。行，那叔就不客气了，叔这就回去叫你婶子过来帮烟妹子一起做饭。别的你婶子不行，这做饭收拾啥的，她是一把好手。听完这话，我眼前一亮，刚才把这事给忘了。有了朴家婶子帮忙，大姐就能轻松一大截。就在这时，老妈拉着王粉的小手穿过人群走了进来，一看到这么多人，顿时慌了。明娃，咋回事啊？没啥事儿，我打算翻拜房子，正跟大家伙商量，看看谁有时间来帮忙。他这才松了口气，拍了拍胸口，但突然心里只觉得难受。修房盖房本该是他们当父母的事，现在却落到了明娃子身上。二哥，咱家房子翻新了，我是不是就能有新房间了？我刮了刮他的小鼻子。对，到时候给粉妹儿收拾一间最漂亮的房间。太好啦，我要有新房子喽！我看着小家伙兴奋的样子，脸上的笑意更浓了。很快吃饱喝足后，乡亲们没有立刻散去，婶子大娘们帮着王嫣收拾碗筷，打扫院子，叔叔伯伯们则围在我身边，一起商量着我的打算和对新房的要求。商量的差不多了，我和众人敲定了拆改的大概时间，乡亲们这才放心离开。明娃子，翻盖房子咱真管饭送肉。他刚才大概算了算，光这一顿就用掉了5、6斤肉，等房子真盖下来，怕是180斤肉都不够。我郑重的点了点头。当然，要没乡亲接济，咱早熬不住了，就当回馈大家。再说乡亲不白吃，你看看这院子，
大姐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，原本乱糟糟的院子被打扫得干干净净，就连平日里他们顾不上劈的柴也都被乡亲们劈好了，码得整整齐齐堆在院子一角。还有我今天打回来的鹿，全被处理得妥妥当当。到这时候，他才真正明白了我的用意。乡亲们都是实诚人，他们知道感恩，我对他们好，他们自然会全心全意对王家好。随后我转身去拎了2只膘肥体壮的鹿，又包了2条后腿，先去了二狗家。看到我身后的板车，胡叔明显愣了一下。你这是？胡叔，一头是二狗打的，一头是咱们先前说好的。您让二狗拉进去，我不跟您多说了。啊，还得去老仆叔和李叔家一趟。我直接把剥了皮的鹿扛到二狗家院子里，指了指板车上的鹿腿，说完也不客套，转身推着板车就走。今天任务重，送完这些，得抓紧趁着天还没黑去趟镇上。一来把今天打到的猎物拉到蒋叔那儿换钱，二来得去跑跑建材市场，看看有没有合适的材料。实在不行，这2天还得进山搞一根房梁。胡叔叹口气，看着我消失的方向一阵感慨。这一刻，他坚信自己没有看错人。以后二狗跟着混，一定差不了。我把鹿腿和鹿血分别送到老朴叔和李叔家的时候，2个人的震惊程度一点不比胡叔小。鹿肉珍贵，鹿血更是大补之物，这手笔简直比村长还大方。哎呀，这怎么好意思呢？见推不过，才收下了，心里暗暗发誓，等盖房子的时候一定多出点力。送完东西，我一刻没耽误，直接推着车回家，拉上剩下的直奔镇上。到了镇上，我先去了蒋叔的铺子。蒋叔一看到鹿肉、鹿皮，眼睛当时就亮了。蒋叔，您看着给价，说好了，价格合适，我就认准您这儿。我表面笑嘻嘻，实际在敲打他。蒋叔闪过一丝无奈，这小子鬼机灵的，成，蒋叔就少赚点儿，就图跟你做长久生意。说完转身拿出一个大杆秤，我愣了一下，有点纳闷。我知道蒋叔这是要过秤，可之前基本都是一口价，这又是什么说道？蒋叔不愧是干这行年头长了，一看我的眼神就知道我在想啥，嘿嘿一笑，一边把鹿吊到秤钩上，一边解释：这鹿肉不比别的能论到斤秤上，再者鹿的年龄、肉质部位各有不同，称完我还得好好给你分分，这样你能多赚点，我卖起来价格也公道。一个鹿竟然还有这么多门道，我感激的点了点头。蒋叔哈哈一笑：行了，跟蒋叔还客气啥？以后只要是你的货，蒋叔一定给你按高价收。你等着，蒋叔去给你拿钱，共620。明娃子，这一趟你可不少赚啊！他转身回了屋，从土炕底下抽出一个砖块，从里头掏出一个不起眼的灰布包，一层一层翻开，最后一点竟然差了200。他有点尴尬。明娃子，今儿我收获多，钱不够差200，信得过叔。明儿这个点儿你再来一趟。蒋叔，你说啥呢？我就是信不过谁也信得过您啊！哈哈，那成，明儿个这个点儿你过来，叔把剩下的给你。我接过钱，为了安全，我还是细心的把钱分成了3份，一份塞进鞋底，一份塞进棉袄的内兜，另一份揣进袖口。告别蒋叔后，急匆匆去了建材市场，转了一大圈，终于选定了红砖和青砖做外墙，还有做门窗用的木料、玻璃、水泥、沙子。材料选定，交了定金和地址。经过镇上的小集市时，又买了20斤大米、20斤小米。临走前还看到了卖糖葫芦和卖糖炒栗子的，想着王粉这丫头还从来没吃过这些东西，干脆买了2串糖葫芦，又买了1包糖炒栗子，这才心满意足的回家。当我大包小裹进了院子时，却发现王粉不在。大姐说去三伯母家送粉条了，我眉头一皱，心里不踏实，把糖葫芦和糖炒栗子一股脑塞到大姐怀里，转身就出了门。同一时间，王粉正拎着竹篮往三伯母家走，迎面碰上了刘光头。哟，这不是粉妹子吗？手里拿的啥好吃的？给姐夫尝尝。一边说一边伸手就要抢，王粉吓得小脸一白，不要脸！你才不是我姐夫！刘光头被骂也不生气，张开双臂就要去抢竹篮。王粉妹子吓得大叫，抱着篮子就往回跑，但没跑多远就被刘光头追上了。刘光头一把抓住他的小胳膊，我看你今天往哪儿跑！很快引来了不少围观的乡亲。刘光头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欺负一个孩子算什么本事？刘光头仗着护山队队长的身份横行乡里，他们早就看不顺眼了，现在他就一个人，压根没放眼里。刘光头一看这架势，心里有点发怵。突然，不远处传来一声枪响。队长，我看你们谁敢动！干得好！拎着王粉就往他身后撤，众人脸色难看，没一个人敢动。我远远听到枪响，心里咯噔一下。
一股不好的预感涌上来，来不及多想，连忙朝着枪响的方向跑。快跑到跟前才看清是刘光头和王二麻子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越是危急的时候越不能乱。我摸索了几颗大石子装进兜里，一边趴在雪地上，借着厚厚的雪层做掩护，一点点往前挪。刘光头听到了动静，正要回头查看，田娃突然开口：“刘叔，你这么做也太不地道了！你跟明娃娃有仇，找他就是，为难小丫头算什么？”为了吸引刘光头的注意，他是不顾死活喊出来的。我暗自松了口气，迅速从兜里摸出2颗石子。刘光头拧着眉，总觉得哪里不对劲。就在他狐疑的扭头往后看的瞬间，我瞄准时机，手腕猛地一抖，1颗石子瞬间飞出，啪！1颗石子精准地打在了王二麻子握枪的手腕上。哎呦！刘光头手一松，王粉嗖的一下挣脱，整个人扑倒在雪地里。可我这1个石子也把自己暴露了。王二麻子立刻把枪口转过来对准我。王明，你想干什么？我慢慢站起来，举起双手。你们不是看我不顺眼吗？放了他，我跟你们走。王二麻子眼珠子一转，正要答应，却被刘光头大喊一声打断。不行！他又要去抓王粉，乡亲们这回可不干了，一窝蜂冲过去，挡在了他前面。王粉妹子没事了，我松了口气。你们别激动啊，咱们都是乡亲，有什么说不开的呢？队长，要不要开枪？王二麻子激动的不行，手指头搭在扳机上，随时都可能扣下去。周围的乡亲们吓得大气都不敢喘。刘光头心里开始后悔，朝王二麻子腰上踹了一脚。就他妈你话多，显着你了是不？那天王二麻子家里有事，没跟着进山，他不知道山上发生了什么。可刘光头清楚，王二麻子压根不敢朝人开枪。一想到那天的事，刘光头皮都发紧。想到这，刘光头马上换了副嘴脸。明娃子，都是误会，我刚才就是看着粉妹子亲，想问问家里的情况，真的，我一点别的心思都没有。我挑了挑眉，眼里闪过一抹笑。刘光头不愧是护山队队长，别的本事没有，眼力见到是一流。众人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满脸不敢信。刘光头在村里横行这么多年，连村长都不放在眼里。既然刘叔这么说，我就信你一次。粉妹子年纪小，以后还是离她远点好。你放心，你放心，叔以后见了粉妹子一定绕着走。王二麻子不知道队长为啥这么怕我，被踹了一脚，有怒不敢言，脸憋成了猪肝色。我懒得再废话，笑嘻嘻地走到众人跟前，接过粉妹子，一把抱起来。今天这事儿，谢谢各位了，我王明记下了，以后有事儿尽管来王家找我。轻轻拍了拍粉妹子的后背，低声哄着：“粉妹子别怕，有二哥在，以后别想伤害你。”粉妹子哭得眼睛都肿了，缩在我怀里才觉得安心。今天这事我先记上一笔。告别众人，我把粉妹子抱回了家，怕吓着娘和大姐。进门之前低声她：“一会儿进去，千万别把刚才的事说出来，知道吗？”我编了个谎话糊弄了过去，但我知道这只是个开始。刘光头那种睚眦必报的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为了盖新房，第二天一大早，我推着板车进了山。我要砍一根最粗壮的树做房梁，直到天色渐暗，我才把树干砍好，抬上板车准备下山。就在这时，我听到了一阵急促的沙沙声，不对劲，这声音不像风声。我连忙匍匐在雪地里，只见2个面黄肌瘦的猎户正拼命地往我这边跑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救命啊！有熊瞎子！”我心里一惊，这大冷天的，熊瞎子不应该冬眠了吗？那2个猎户看到我，以为我也是同路人，拉着我就要跑。就在这时，一声震耳欲聋的咆哮声传来，借着微弱的月光，我看到一个巨大的黑影，那是一头2人高的巨型黑熊，它的眼睛在夜里闪烁着幽幽的光，直直地朝我们冲了过来。那2个猎户吓得腿都软了，直接瘫在地上。我举起38大盖，对着黑熊的方向就是一枪，赶紧跑呀！枪声在山谷里回荡，黑熊吃痛，变得更加狂暴，直直地朝我扑来。我知道我不能跑，一旦我跑了，这2个猎户就危险了。这头熊也会顺着我的脚印找到村子。为了村子的安全，今天必须把它引开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看到前方不远处有一个陡峭的山坡，立刻改变方向，朝山坡狂奔而去。黑熊虽然凶猛，但体型庞大，行动却不灵活。我转身往山坡上跑，利用地形和黑熊周旋。黑熊体型庞大，爬坡慢，我停下脚步，回头望去，黑熊在山脚下咆哮不止，却始终无法上来。我松了口气，瘫坐在地上。这时我才发现右腿被划开了一道大口子，我简单包扎了一下，正准备离开，突然身后传来一阵悉悉索索的声音。回头一看，顿时倒吸一口凉气，那是一头瘦骨嶙峋的灰狼，嘴里还叼着一只刚出生的狼崽子，它的双眼在夜色中闪烁着幽绿阴森的光芒。这下麻烦了，刚解决完一个，又来了一个，不敢大意，牢牢握着手里的38大盖，瞄准那头灰狼，只要它一动，我就立马开枪。就在这时，耳边突然传来一阵微弱的狼嚎，那头狼崽子缩在雪地里瑟瑟发抖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无比可怜。犹豫一下，我做出了让步，
缓缓放下了枪。灰狼看到这一幕，抬头低嚎一声，叼起狼崽子掉头就要离开。下一秒，熊瞎子不知从哪冲出来，竟直接朝灰狼扑了过去。灰狼嘴里叼着狼崽子，拼了命的想逃，但他跑不过熊瞎子，血盆大口狠狠咬下，灰狼后背被撕开一道口子，小家伙掉在雪地上，嗷嗷直叫。我攥紧手里的3-8大盖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开一枪就跑，别管闲事。可灰狼接下来的动作让我愣住了，他没有逃跑，而是引开熊瞎子。他朝我深深看了一眼，然后转身拖着残破的身子朝另一个方向跑去。我一瞬间头皮发麻，咬咬牙冲过去，把狼崽子一把塞进怀里。身后熊瞎子已经扑倒了灰狼，我趁机连开3枪，正中他另一只眼。熊瞎子彻底失明，在雪地上胡乱扑腾。就在这时，灰狼突然从雪地里窜出来，一口咬住熊瞎子的肩膀，砰砰砰！我瞄准脑袋连扣扳机，熊瞎子轰然倒地，灰狼也再也没站起来。我蹲下来，轻轻摸着灰狼的头，把怀里的小家伙放到他身边。这是你妈，她救了咱俩，你放心，以后有我一口吃的，就少不了你。我把狼崽子重新塞进怀里，一瘸一拐地推着板车下山。半路上，我忽然想起那2个猎户，我为了救他们，故意激怒黑熊，可他们呢，早跑了，连一头狼都管不住。我的右腿已经没了知觉，前面还有人在等我吗？砰砰砰！半夜12点，有人疯狂砸二狗家的门。二狗裹着破棉袄，骂骂咧咧拉开门。门外站的是王嫣，眼睛哭得通红。二狗，明儿一早进山，到现在没回来。王嫣姐，你放心，我这就进山去找明哥。他知道这个点没下山，10有8九是出事了。二狗吹了声口哨，带上猎狗大黑就往山里冲。他带着大黑一路狂奔，很快就到了山下。就在这时，大黑突然狂吠不止，弓着背不敢往前。二狗按住狗，死死盯着前方。我正一瘸一拐地推着板车，突然发现了什么。谁？明哥，是我，二狗子。我一听到是二狗，悬了一晚上的心这才落地，顿时身上一软，瘫坐在地上。二狗冲上去一看，差点没站稳。板车上躺着一头硕大的熊瞎子。明哥，这咋回事啊？我长舒一口气。王嫣姐担心你，去敲了俺家门。二狗吃力地抬起板车往前推。3-8大概威力不小，但弹夹能填的弹不够，远远不够。得再找蒋叔问问王八盒子。等我们回到家时，大姐一听到动静，立刻冲了出来。当她看到王明坐在板车上后，捂着嘴无声地哭了起来。姐别急，明哥的伤得赶紧处理，不过车上的东西得先卸下来。二狗用眼神示意他往王明身后看，王嫣这才注意到背后的熊瞎子，顿时吓得双腿发软。没多久，二狗就把张叔带回来了。张叔进门一看，脸色大变：“你这腿冻得太久了，再晚1个钟头，后半辈子就得拄拐。”处理好伤口后，张叔交代了一下就离开了。我从怀里掏出那只狼崽子，递给大姐：“姐，他娘救了我的命，你帮我养好它，喂点米汤就行。”大姐接过狼崽子，声音颤抖：“你放心吧。”那熊瞎子咋整？明早退去找蒋叔，信给他，钱不够就打欠条。明哥，我怕做不好。我哈哈一笑，突然坐起来。以后咱们要发大财，这点小钱不敢碰，怎么干大事？二狗眼眶一红，重重点头。明哥放心。第二天天还没亮，二狗就赶了过来。二狗，这是信，你交给蒋叔，他自然知道该给你多少钱。你记住，如果蒋叔钱不够也不要紧，让他打好欠条，贴身装好。二狗接过信，郑重其事的贴身放好，推着板车就走。板车上盖着几床破棉被，谁也看不出下面是一头熊。他离开后，我躺在床上，开始琢磨接下来的打算。目前这状况是不可能再进山了，接下来除了翻盖房子，得好好规划一下。想到这，我从枕头下掏出420块，递给大姐：“这是上次卖路德的钱，还有200没拿回来，但我得凭账，这钱你先拿着用。我这腿暂时进不了山，以后给咱娘拿药的事儿就得你去了。”大姐这辈子都没见过这么多钱，顿时瞪大了眼，颤抖着手接过钱，小心翼翼地将钱揣进怀里。就在这时，外头传来了二狗的喊声：“明哥，明哥，我回来了！”说着，他掀开帘子就莽了进来，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，往我床上一放：“明哥，蒋叔看了你的信，直接给定了1600，还有上次欠的路钱200，一共1800。”二狗说这话的时候，眼睛都在冒光。在这个人均月收入20-30块的年头，够一个普通家庭干5-6年的。可我知道，这只是开始。明哥，蒋叔还说了，以后再有这样的好货，他全收。这是100，你拿着。不行不行，明哥，你这是干啥？这是你的钱。还记得你打的那头小鹿吗？按理说，我只需要给他70就好。可大冷天的，二狗晚上接我，且天不亮又跑这一趟，
真心不容易。明哥，这太多了，俺不能要。二狗，这是你应得的，拿着。以后兄弟俩还要一起干大事，别婆婆妈妈的。二狗眼眶一热，差点没忍住哭出来。他娘走得早，这些年跟他爹相依为命，他爹管得严，他学会了小偷小摸改善自己情况，还从来没人这么对他好过。颤抖着手接过钱，重重点头。明哥，你放心，以后你让我往东，我绝不往西。行了行了，我话还没说完呢。刚刚那100是你自己的，这200是给胡叔的。我这腿不方便就不过去了，你给叔带回去。不成，明哥，我爹说过，以后他教你训狗，你带我打猎，这钱俺爹不会收的。你要是不收，以后就不许来我这儿了。一码事儿是一码事儿，咱俩关系好，就算胡叔不交代，我也会带你一起打猎。但胡叔训狗是多少人求都求不来的，他肯教我，我已经很知足了。二狗眼眶泛红，颤抖着手接过了钱。明哥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俺亲哥。我笑了笑，没再多说，可我心里清楚，这个兄弟我交定了。另外一边，刘家饭桌上，刘有为端着饭碗，忽然问：小周，你觉得明娃子怎么样？这话一出来，柳岩眼睛一亮，红着脸抢着说：爹，你也觉得王明不错吗？林中的筷子顿了一下，他垂下眼，声音有点冷：刘叔，王明是个啥样的人，村里人都清楚。我觉得这2次，他就是碰巧。柳岩张了张嘴想反驳，被刘有为一个眼神压了回去。可林中看得清楚，柳岩提到王明的时候，脸上的红晕不是假的。他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扎了一下。王明，他哪点比得上我？林中攥紧筷子，等着吧，这次进山，我让你原形毕露。林中话音一落，屋里气氛微妙起来。刘有为放下饭碗，不紧不慢说了句：是不是碰巧？试试就知道了。爹，您的意思是？刘有为没回他，看向林中：小周，这2天我叫上明娃子，咱们一块儿进山一趟，是不是真有本事？看过就知道。林中点点头，眼里迅速闪过一抹不满。他看得出来刘有为对王明的欣赏，也看得出来柳岩那点小心思。可正因为这样，他才更恨。这些年他为了讨刘有为欢心，哪次打猎不是紧着最好的先送到柳家，冬天冻得手都裂了口子，他吭都没吭一声。可现在呢，一个外来的小子才打了2头鹿就把他比下去了。林中低下头，手指慢慢摩挲着枪管。另外一边，我看着乡亲们热火朝天的帮忙翻盖房子，正想搭把手，院门口突然出现一个人影，柳岩。她穿着一件碎花棉袄，脸蛋冻得红扑扑的。呀，岩妹子咋来了？大姐眼尖，立刻笑着迎上去。柳岩低着头，声音跟蚊子似的：姐，俺听说你家要翻盖房子，想着过来看看有什么能帮上的不？大姐拉着她就往厨房走，边走边回头冲我挤眼睛。就在这时，二狗推着半车白菜进来了，卸完货凑上来，一看到柳岩，眼珠子都直了。明哥，你也太厉害了吧！柳岩可是10里8乡最俊的姑娘。想什么呢，二狗？你这几天去镇上帮我打听2件事儿，一是山货的价格，2是买头驴。驴？对啊，总不能每次进山都靠人力推板车吧？二狗愣了一下。明哥你放心，交给我了。话音刚落，柳岩从厨房探出头来，轻声说了句：明哥，我舅舅家有头驴，想着年前出手呢。你要是要，不如我给你问问，都是自家人，价格绝对公道。真的？那可太好了。柳岩抿嘴一笑，红着脸缩回了厨房。二狗在旁边嘿嘿直笑，我一瞪眼，再笑扣你工钱。正闹着，院门口又进来一个人，刘有为。他嘴里叼着旱烟袋，背着手走进来，左右打量了一圈，脸色越来越复杂。我赶紧拄着拐棍迎上去。柳叔，您咋来了？刘有为盯着我看了好几秒，才挤出一句：你这是？我低头看看自己的拐。昨天进山找粮，天黑没看清路，石头滑的，不碍事儿。刘有为没再多说，跟着我进了屋。一进门他愣住了，屋里别说像样的家具了，连床被褥都是补丁摞补丁。刘有为接过水杯暖了暖手，这才开口说明来意。明娃子，我本来想着跟你约个时间进山的，不过现在看到你这样子，怕是短时间内也去不了吧？我连忙摆手：不碍事，柳叔，就是点小伤，2、3天就养好了。您打算什么时候进山？说句话的事儿。哼，那行，等你腿好了，咱就进山。到时候你可得给叔露2手。柳叔，我哪有什么真本事呀？我只能说我尽力不让您老失望。正要点头，门帘却被掀开了。明哥，饭菜准备好了。爹。柳岩后知后觉地发现刘有为竟然也在，小脸上浮现出一抹不好意思。刘有为一脸无奈，这丫头大了，竟然不知羞得自己跑到王家来了，板着脸问：严妹子，你不是说去你婶子家串门，怎么跑这儿来了？
柳岩拉着他的袖子晃了晃。爹，您不是经常教育我，大家要互相帮助吗？如今王家翻盖房子，我这不是怕王妍姐忙不过来才来的吗？是我姐怕忙起来供不上饭，这才请了柳岩妹子来帮忙。您可别怪柳岩妹子啊。刘有为还能不知道自己的闺女，不过我这话算是给了他台阶，脸色这才好看了些，但还是沉着脸瞪了柳岩一眼。下次出门记得跟家里说一声。柳岩吐了吐舌头，知道啦，爹。刘有为站起来，明娃子，你婶子自己在家呢，我就不待了。你这腿既然受伤了，那就好好休息。送走了刘有为，我和柳岩连忙招呼众人洗手吃饭。看到被簇拥着的这一幕，柳岩的眼神变了又变，眼神里更多了几分羞赧。院门突然被人一脚踹开，明娃子，你给我出来！杨翠叉着腰站在门口，眼睛瞪得像铜铃。好你个小犊子，你给我说清楚，我家大毛的袍子是不是你抢了？我心里咯噔一下，但面上不动声色。这婆娘果然还是来了。话音一落，院子里顿时炸开了锅，有人交头接耳，有人狐疑地看着我。那些刚才还大口吃肉、大口喝汤的乡亲，眼神一下子就变了。我没急着解释，因为我知道，在这种时候说的越多越像心虚。可杨翠接下来的动作让我彻底怒了，她一把推开上来劝架的刘芬芳。我娘本来就身子弱，被推得往后一仰，脸色惨白。要不是二狗演技手快扶住，这一跤摔下去，怕是没个1年半载起不来。我冷冷看着他，给二狗使了个眼色。二狗转身进屋，杨翠还以为我要掏钱，得意地笑了。她不知道二狗拿的不是钱，是我的枪。啪一声脆响，整个院子安静，不是枪响，是耳光。王大毛一巴掌扇在他娘杨翠脸上，所有人都傻了，连杨翠自己都懵了。王大毛脸色煞白，浑身发抖。娘，赶紧回家，还不够丢人的吗？王大毛拽着杨翠就往外拖，杨翠这才反应过来，暴跳如雷，反手拧着王大毛的耳朵。我缓缓站起来，手里握着3-8大盖，枪口垂向地面，没有对准任何人。可光是这个动作，就让整个院子死一般寂静。王大毛双腿一软，扑通跪在地上。杨翠脸色发白，声音都在抖。明娃子，你可别乱来！给俺娘道歉，否则今天这事没完！杨翠嘴唇哆嗦了半天，终于从牙缝里挤出3个字：对不起。我收起枪，声音冷得像冰。赶紧滚！王大毛连滚带爬，拽着杨翠逃出了院子。我把枪往桌上一放，扫视一圈。各位父老乡亲，枪里没子弹，我就是吓唬吓唬他们。大家伙面面相觑，有人松了口气，有人眼神复杂。我站在院子中间，把那天打狍子的经过一五一十讲了一遍。这事就是这么个事。谁要走，现在就走吧。有几个胆小的借口家里有事溜了，我没拦，还让二狗给他们每人切了2方肉带走。剩下的人对视一眼，没有一个动的。一个中年汉子站起来，朝大家伙喊了一嗓子：“伙计们，明娃子是什么人，咱们心里清楚。能开门让全村人吃饭的，10里8乡找不到第2个，我信他。”对，俺们也信。气氛一下子热了起来。我端起碗，眼眶有点热，感谢大家的信任。一仰头，干了。喝完粥，我悄悄叫来二狗，你把刚才那3个兄弟叫进来。我关上门，开门见山：“几位兄弟，我有个营生，干不干？”3人眼睛顿时亮了。明哥，啥营生？只要能赚钱，俺们啥都干。我压低声音：“与其靠打猎度日，不如咱们自己做点买卖，把山里的特产运到外面去卖，换点粮食，挣点钱回来，咋样？”明哥，不是俺们不想跟着你干，只是这货咱们去哪儿找啊？你们放心，货源的事儿我已经有眉目了。过2天我腿好点儿，我带你们进趟山。不过先说好，这事儿不能告诉任何人。3人连忙点头。明哥，我们以后就跟着你干。另外一边，柳岩从王家回来，脸上还带着红晕。她刚一进门，就看见刘有为坐在正屋抽着旱烟，脸色不太好看。周梅花叹着气：“你跟娘说实话，你是不是对明娃儿有那种心思？”柳岩低下头，手指绞着衣角，脸更红了。我不知道。刘有为一拍桌子：“你还不知道？”门外，林中攥着2只野兔，脸色铁青。他本来是来给柳岩送野味的，没想到听到了这番话，转身回家，把野兔往院子里一扔。林母见状：“咋了？谁惹你了？”林中黑着脸把事情说了一遍。林母冷笑一声：“不就是个小丫头片子吗？让她乖乖嫁给你，不难。”王明，等着吧，严妹子只能是我的。第2天一早，院子里就传来刘树忠的声音：“明哥，我是刘树忠，你在家吗？”“在，快进来。”
刘树忠穿着一件没有补丁的衣服，搓着手进来。明哥，我跟铁军他们商量好了，今儿就去隔壁村看粮。这是50块，收粮的本钱，拿着。他眼珠子差点瞪出来，活了快20年，头一次见这么多钱。记住我跟你说的话，公平公正。要是遇上难缠的，别硬来，回来跟我说。明哥，你放心，俺们保准给你办得漂漂亮亮的。等等，帮我跑一趟，请王郎中来家里。我娘昨天被杨翠推了一把，身子不太舒服。明哥，你放心，我这就去。另外一边，柳岩早早吃过饭，就说要去大舅家一趟。刘有为只好叮嘱道：“那你让你娘跟着点，早点回来。”不用了，爹，我脚程快，晌午就能赶回来。柳岩一路小跑，很快就到了村口，正要往山下走，却看到林中的娘刘荷花迎面走了过来。看到柳岩，刘荷花眼睛一亮：“严妹子，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”“是婶子啊，我去大舅家。”“你一个人啊？”“时间不早了，俺先走了。”“等一下，严妹子，俺新得了一块布，不知道咋裁，你跟俺去看看，出个主意呗。”以往不是没有过这样的事，柳岩没多想，只是说下午一定去家里帮他看。谁知刘荷花直接伸手去拉他的胳膊。“走吧走吧，去你大舅家也不晚，你先给婶子看看。”柳岩皱眉，敏锐地察觉到了不对劲，却也不好直接拒绝，只好暂时跟着刘荷花往他家走。一进刘家，柳岩直接被拉进了堂屋。刘荷花从柜子里拿出一块崭新的花布，铺在火炕上。“严妹子，你看看这块布做个啥合适？”柳岩强压下心里的不安，漫不经心地看了看那块布。“婶子，这块布颜色鲜亮，做床单或被罩有点可惜了，不如做成衣服。”刘荷花一听就笑了：“我也是这么想的，但我就是拿不准做成啥样式的，你帮我看看。”柳岩突然猛拍了一下腿：“哎呀，我忘了，俺爹让我给我大舅带上一壶酒。婶子，我回头再来，我先回去取酒去。”转身要走，迎面碰上了刚从门外走进来的林中。“娘，严妹子来了，快坐啊。”“我约了人看棉花，你们先坐，我马上回来。”不等柳岩回应，刘荷花匆匆出了门。“钟哥，我赶去大舅家，先走了。”“严妹子，我一直喜欢你，你跟我在一起吧，我一定对你好。”柳岩心里越发慌乱，这个情况下，她必须尽快离开。“林钟哥，我真的有急事儿，我得走了。”说着就要往门外走，却被林中拦住了。“严妹子，你别走！你今天必须给我个说法！”柳岩吓得小脸一白，连忙往外冲，一边跑一边提醒林中这么做的后果。可此时的林中哪里听得进去，心里只有一个念头：把柳岩留下来。眼看大门就在眼前，柳岩手忙脚乱地开门，这时他才发现大门竟然被人从外反锁了。此时我靠在炕上，心里盘算着买驴的事，正想着，院子里传来王粉的喊声：“二哥，不好了！我看到严姐姐去了林家。荷花婶子出门把大门反锁了。”我心里咯噔一下，蹲下身扶住小丫头的肩膀：“粉妹子，你看清楚了？”“我确定。二哥，我们快去救严姐姐吧。”我转身就往外跑，拄着拐棍一瘸一拐，速度却一点不慢。路上让王粉赶紧去找人，多叫几个。等我冲到林家门前，一把大锁挂在门上，砰砰砰，开门！里面没有动静。我正要再砸，突然传来一阵仓皇的脚步声，紧接着是柳岩颤抖的声音：“明哥，柳岩，你怎么样？有没有事？”他从门缝里露出半张脸，眼睛红红的，嘴唇在发抖。“明哥，我好像伤到他了。”我心里一紧，透过门缝往里看，林中倒在院子里一动不动。我深吸一口气，压低声音：“别怕，有我在。你去找把斧子或锤子，把门砸开。”柳岩咬着牙，踉踉跄跄跑到柴垛边，抓起一把斧子递给我。我接过斧子，让他退后，抡起来就砸向门锁，咔嚓一声，锁断了。我推开门，先进去看了看林中，人没事，就是晕了过去，便宜他了。柳岩缩在墙角，浑身发抖：“你先回去，回去的时候低着头走快点，不管谁叫你，别回头。到家把衣服换下来处理掉，记住了吗？”他乖乖点头，裹紧棉袄，快步离开了。我转身看着地上的林中，正琢磨怎么收场，门外突然传来一阵说笑声。刘荷花一边催，一边在心里偷笑：“这个点小钟一定得手了，要不了半天，村里就能传遍。”“哎呀，荷花，你家门怎么没锁？”“啊，我锁了的。”“儿啊，谁把你打成这样的？”我站在一旁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。该我上场了。几个婶子一扭头，看到了我，浑身都被绳子绑着。
嘴里塞着布，双手双脚被捆，扔在灶台边。他们赶紧给我松绑。我活动了一下手脚，还不是林中？我路过他家门口，被他一把拽进来，我这腿脚不便，根本跑不掉。撒谎！我儿子喜欢的是谁？我冷冷看着他，眼神带笑。他不敢说了，因为他知道，如果说出柳岩的名字，林家就别想在村里待了。几个婶子议论纷纷，看刘荷花的眼神都变了。就在这时，刘有为带着人赶到了。刘荷花一看到他，顿时僵住了，眼神闪躲。我把刚才的话又重复了一遍。刘有为听完，脸色铁青，看刘荷花的目光满是厌恶。路上，粉妹子从草垛后跳出来，一脸得意：“二哥，我刚才带人去林家了，看到你在院子里，就没敢进去。”干得好！一会儿让大姐给你炖肉吃。第二天一早，我和二狗就往山里出发。山路崎岖，驴车走得并不快，两人正好掏出干粮垫补垫补。二狗好奇，我这才把那片地的事告诉他。二狗当即瞪大了眼：“明哥，你也太牛了吧！这么重要的事儿竟然瞒到了现在。那你怎么不跟我说呀？”小点声，我朝车后看了一眼，见没人跟着，笑眯眯地回过头：“不是我不想说，是我这几天腿受伤，不方便进山。我就是告诉你，你恐怕也找不着，到时候不是空欢喜一场。”他担心别人看到，所以没敢留下记号。二狗挠挠头，嘿嘿笑了两声。倒也是。一路说笑，驴车也走得飞快，对未来充满了希望。就是这附近。那咱还等啥呢？走呗！明哥，咋了？有情况？动静不大，应该不是什么大祸，听起来像是野鸡之类的小东西。明哥，找到了，你看，上次来还没有这么大，没想到2天就长了这么多。是木耳。二狗，小心点，别把根给拔断了。这些木耳还能再长呢。